哎，小伙伴们看，这是大阪城城里的护城河，就在这儿游泳，这应该是折返点。哦，西日本 NTT 赞助的，这就这边这光纤宽带，那边应该是起点。那这游多远呀？不知道啊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5月28号星期日，周末啊。今天稍微有点热，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咱们还是回评论。看，又写了一个小条。身体感觉还行，这儿还是觉得轻微的有异物感，当然不疼，体温也正常。今天还是减距离、减强度，然后明天休息日，之后5月还有2天调整一下，然后6月开始下训。目前就这么安排计划的。还有就是你们看这些背心儿，这个如果我是新买的，我会跟大家说，否则都是好几年以前的，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货号了。这件不太适合很多人穿，这件太短了，就是它这个版型就是那种，甚至都不是面向全球的业余精英，就是面向日本精英的，就是得特别瘦。我穿这个都觉得有点魁梧。那昨天东京的那马拉松的组织方发广告邮件，好像是一件2021年的文化 T 恤在卖。那选的模特是1.70米，50公斤，男的，太可怕了。那谁也不可能看那个模特去买。这边普通人，我觉得啊，分为3种，也可能我理解的不对，或者我待的时间太短。第一种是很传统的日本人，饮食生活上，一看就是比较的瘦小，然后身材也不高大，因为他的这个生活肯定是家庭的一个生活嘛，对吧？然后看双腿和双脚的姿势，在家应该也是就是合适的那种家庭的风格，坐在地下。还有一种人呢，上班族居多，就跟北京一样，就是普通人，然后年龄看着到中年的呢，稍微有一点发福。其他的你不跟我说他是他的国籍，其实看不太出来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练块的，或者说接受了更多西方文化的，就像国内也是，就看着就是那种比较的，反正就那种感觉吧，就比较美式或者比较欧式那种感觉。这边这3种特别明显。但是年龄大的人呢，第一种很多。你们看，比方后边每天在这做环卫的这大爷，所以就是环境和生活会慢慢改变一个人，这是潜移默化的。像一家人为什么长得越来越像啊，也是这原因。所以跑步、马拉松这种长年累月的项目，就是靠一点点的小改变，积少成多的。一会儿换个视角聊评论啊，加油干！你们看这个旗子，这个叫博慈会，你看都是各种广告。就是今天，之前本来一直以为是在这条河上游泳。然后，但是昨天家属说他看到的是在大阪城里的护城河里游泳，一会儿咱们过去看看，掉头看看。赞助商有 ASICS， 有日航。刚才看一个志愿者，这边志愿者都是老年人，推着一车的自行车的轮组，不知道是去哪儿。就头一天运动员要把自行车存在这儿，
啊，这儿有一个告示牌，看看啊，哎，选手啊，这个就叫大阪城铁人三项2023，哇，看。这有各种颜色，告诉你运动员怎么走，然后普通人怎么走。那还真是在这个护城河里游泳，那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要是明年还能在这儿1年的话，明年我也来一次。这肯定不是长途的，这最多就是奥运距离，那就当玩呗。我一直以为是在右手这个河上游。行，那咱先回评论啊，一会儿进到这个公园里看到什么咱们再说。苹果的手表用什么软件？我现在就用 Stride 的官方的软件。最近，因为 WOD Stride 的第2代会有，就是额外那种噪音数据，作者说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解决。他现在在转换到 Swift 的 UI 上。我感觉这个坑填不完。有没有最优的步频说自己按照180在跑？我觉得其实老说180是最优步频，但是我觉得对亚洲人来说，我可以高一点，比方说190，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够，身材也不够那么的修长。我觉得亚洲的运动员想往精英走，185到190。再高的话，心肺压力比较大，除非就是你很瘦小，比方像我这样可以高一点还行。但是我也在降低步频的过程中。下雨跑步心率高还累，这个我倒没有体会。就心率是没有变化，你可能是心态兴奋吧。然后累呢，下雨肯定是要比正常天气消耗的多，这确实是。但是我觉得半马以内的距离应该不太有体现，当然这也看每个人的基础跑量来决定。哦，这里都布置上了，我们兜一圈啊。然后是不是2次感染了？我不知道啊。这边是这样，这边抗原比大家想象的贵啊。这边你要是在自动贩卖机买，是2000日元一次，然后药妆店大概是1700到1900。日元怎么算呢？我多年之前来这儿旅行也是摸索一小窍门，就是减一个0除以2，就差不多。原来日元还相对值钱的时候再加一点，现在不用加。比方说2000日元减一个0就是200，对吧？再除以2就是100人民币。这样最好算。但是我觉得我不是，因为家属没事儿，家属到现在没事儿，家属一次都没得过。咱们实话实说，第一次得真的大部分人会挺难受的。最近我们一同事，当然我们都远程办公啊，分享说自己得了，浑身疼。家属有一个朋友也是，就跟我第一次得似的。我看评论区有好多小伙伴第一次得，你往前翻翻，就去年底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发了记录的视频，记录我那几天。我从得到恢复训练整整7天，就从有症状。当时从抗原能测出来到测不出来，大概是5天。但这应该就是跑道，那应该挺短的。然后如何判断自己能不能跑下来一场全马？你要是能完成一个30公里的长距离，哪怕中间走或者中间停一会儿，我觉得都没问题。全程马拉松想完成很容易。如果您去跑国外的，那基本上不会被关门。如果你跑国内的，关门时间严格一些，比方6个多小时，
其实6个多小时也没问题，关键是30公里那个关门时间，那个关门时间对很新的新手是有挑战的。也就是说，您只要30公里没被关就没事儿了。心率带，我现在带的这个光电的 B 带，有没有必要买胸带？准确度和响应速度，目前我觉得没必要了。准确度和响应速度我都非常满意。就算你看我练的最短的间歇是1分钟快慢，它其实响应也没问题，有个2、3秒的延迟。但是其实大部分人不在意这个的，对吧？因为你从加速到稳定下来，你看表的时候已经过去几秒了。你要说骑自行车、骑骑行台，你时时能看着屏幕，那你弄一个胸带，一使劲就变大，还可以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这儿折返跑一圈就回家，差不多10公里出头的样子。然后跑步的时候如何避免吸那个小虫子，这真的避免不了。所以你们看，我现在很少去那条河边了，夏天的时候。它那些东西好像每年都是固定那几个点，在北京我都很熟悉了。当然，比方说你看北京，你跑非机动车道，有那种灌木丛的那种，就是跟人的腰那么高那种上面就容易有。你跑另外一侧，离那远点，那有时候没有逆光的时候看不清，一呼呼一脸，真挺难受的。1.85米，190斤，刚开始跑步，那心率特别高，那肯定高啊。咱先不说体重，您就是体重正常甚至偏轻的人，只要您没有运动习惯，前2、3年你根本就没法，就是怎么说，现在也不能说控制，因为心率是不可能被主动控制的，对吧？就是得多练。任何告诉你的，能更快的办法，其实都不负责任，我觉得。下一个问题，其实还是第一次感染。其实您只要是健康的成年人，不用太担心，难受肯定是难受的，而且挺难受的。然后恢复训练这事儿呢，我是第7天就恢复慢跑。你就自己感受自己的身体，激进不冒进，真的没必要歇1、2个月，真的没必要，除非您非常严重，有严重的并发症了。你生完病觉得累、没劲儿、没精神，跑不动，那不是因为病，是因为你歇了这么长时间，再加上心理暗示，人都是很容易接受心理暗示的。相信自己啊！鸡眼怎么办？用鸡眼膏啊，就别买那种贴的，就那种水儿。我弄过2次，就是让它就是那个水涂上去，等它干了，然后呢1天涂2次，2、3天它就变成一块白的，然后给它抠掉再涂，就这样。还是早发现早弄，这个没有好办法，因为人，你看我总说燃烧，那我们就是在燃烧自己啊，燃烧总会产生一些灰尘，是不是？月跑量怎么慢慢增加？初跑者，我觉得从0到100公里每个月，这个过程不会很长，2、3个月，然后稳定住，稳定1年，这1年稳定在120左右。哦，前面是拱门，看，然后之后从第2年开始，咱就以年计啊，第2年结束可以稳定在200左右，然后第3年在250左右，这样第4年如果您能冲击到300，就可以试试
全程马拉松跑3小时15了，男子啊。之后的就不用听我说了，加油干！在高温地区老35度以上，不过你看工作人员，好，这能跑过拱门啊？这不知道是不是拱门啊？我也在高温地区生活过，在新加坡生活过一段时间，而且正好是夏天。我给大家插一段那时候在那边体育场训练的视频，特别有感觉。一开始还是挺凉快，现在出太阳了，挺热。大家看我这背心儿练完以后，拧一下啊，看，是吧？就高温地方的训练呢，肯定和凉爽舒适的地儿不一样，你的跑量肯定下降了。我的判断是下降20%，但是可以多跑一跑强度，注意补水。这个没办法，咱们实话实说，像新加坡这种高温地区就不适合干这事儿。你看他弄日落马拉松什么也好，我就觉得真的不适合干这个事儿。哎，5月28号星期日清晨6点37，晨跑结束啊，11公里多一点点，52分钟，平均配速4分45，心率138，功率204，步频194，中间停了2次啊，拍了个照，看了看那个指示图，看看是不是今天去看看，去转一转。你别看今天周末，就我这工作性质就是哪天都一样，有事儿就得忙。今天还是有点事儿，所以看情况。身体没问题了，身体就是感觉不是太兴奋，精神上。然后呢，这个地儿感觉有异物感，但是不疼了，已经连着2天不疼了。不过通过这个拿这个手电照看，还是有一些红肿，但是不严重了。不知道啊，也祝各位都能健康平安。好些事情就是你不管是流感严重的，还是感冒，还是新冠，这个都不是目前人类所能完全解决的，人类还是得再进步。你看这儿，你扔这种大型垃圾是要贴券的，贴一个200日元的券，人才给你收走。行，今天看了看大阪城的铁人3项，这还挺有意思的，一定查一查他的那个比赛信息，一会儿回去看看。要是值得去看就去看。刚才那些骑车的就是运动员，可能这种小比赛不是那么的严格，他可以在出发前多长时间去把车交到幻象区就行了。就像那年北京，我参加北京铁人3项奥运距离的，我参加的是半程距离，然后也是半程的，就是比赛当天早晨去存车就可以，但是全程的好像是必须要提前1天把车放到幻象区。我不玩铁三，也就是因为觉得麻烦，而且不可控的因素太多。你说你车半截坏了，多难受，对不对？或者把爆胎了什么的。我还是比较就是小心谨慎那么一性格，行吧？评论也回完了，高温呢，刚才说到最后没电了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能控制周围的环境，那要么去适应它，要么你就只能放弃。高温这个事儿确实是挺磨练人的，我在那儿练了几个月，真的是挺辛苦的。所以在那儿能跑出好成绩的小伙伴，真的是挺了不起的啊！在新加坡的时候也参加过一个叫狮城跑团，那边也是华人组织的活动，真的是挺了不起的。那些人天天跟那儿练，行吧？那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迎接夏训。大家加油干，加油干！明天我的休息日了，咱们下回再见。